金光冲霄百丈六，这是传说中的天灵根。绝世仙苗现世了，怎么是个寿元将至的百岁老好？寒风，今夜就算补偿了你多年的照顾，仙凡有别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是啊，仙凡有别，过了今日，明儿我就100岁喽，活得可真够久。仙人，此村所有6岁以上、16岁以下者，全部上前。这老人体内死气沉沉，气血枯败，分明是寿元将尽之兆。此乃测灵珠，尔等依次将手放于其上。无灵根，下一个；无灵根，下一个；无灵根，全是凡胎朽木。师妹，这村子灵气稀薄，难出仙苗，我们走吧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探玄玉竟自行测试，这……金光冲霄，百丈六，这是天灵根。为天灵根现世，探玄玉才会自主激发，感应度恐怕接近90。接近90感应的天灵根，可它经脉尽堵，识海蒙尘，寿元恐已不足1年。百岁之灵身具天灵根，若早50年发现，必成元婴。可现在全是白费。天灵根，荒谬，真是荒谬。唉，要是再年轻点就好了。老人家，你可知何为天灵根？听说过，说是最好的灵根。何止是最好，天灵根乃天道宠儿，修炼速度远超常人。只要资源足够，金丹元婴指日可待。可你，老人家，你身具天灵根，按理当倾全力培养，然你生机匮乏，寿元所剩无几，即便引你入道，亦是步步维艰，或许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炼气期。这仙你还修吗？修。既如此，便随我们回宗门吧。我名白芷，这位是我师兄赵千俊，我们来自黄风谷。走吧。黄风谷，这名字竟与凡人修仙传里一样。黄风谷到了。天灵根，天灵根在哪儿？百岁，气血枯败，经脉堵塞，识海浑浊。你们告诉我，这是天灵根？谷主，探玄玉已确认，青光冲霄百丈六，确是天灵根无疑。天灵根，真是天灵根，可为何是株枯萎的天灵根？苍天何其不公，何其弄人！只要早30年，我黄风谷必能再添一位金丹真人。可现在，怕是未摸到炼气门槛，便该坐瞎了。谷主，此人该如何安置？天灵根留于外门有损颜面，内门又是浪费。后山废丹院是不是缺个看守？带他去废丹院，挂个内门弟子名头。若有闲暇，可自行参悟长春宫。跟我来吧。这就是废丹院，就是这里了。中间是大屋，旁边是你的住处，这是身份玉牌和长春宫。切勿在废丹房久留，里面逸散丹毒对你无益，你好自为之。仙凡有别，凌雪瑶，
当年你弃我无灵根，今日我亦入道门。若有相逢时，你是否还忆旧时情？唉。这葫芦怎么回事？难道我的金手指竟是你？长春宫最多只能修至炼气期大圆满。北师兄，这是您本月的份例。白色的是下品辟谷丹，顶3日即可；那颗蓝色的是下品炼气丹，注意修行用的。有劳。不愧是修仙用的丹药，一闻便觉精神大振。经脉萎缩堵塞，灵气如细沙渗铁板，阻力巨大。活了100年，老夫别的没有，耐心管够。这香气，4条丹纹。极品炼气丹，这葫芦能提升丹上品质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绝不能让第2个人知晓。炼气1层。成了！我就说嘛，同我穿越来的葫芦怎是凡物？哈哈哈哈！我仙道有望，仙道有望！那里似乎有很多废丹。在别人眼里，这是避之不及的垃圾场，但在老夫眼里，这是一座难以想象的宝藏。第1天毫无变化，第2天。废丹表面似乎起了一丝光泽，到了第3天，只要3天，就可以把20颗废丹全部变成极品灵丹。当务之急是提升境界，增加寿元，否则我这残躯拖不了多久。炼气1层稳固了，接下来的日子生活变得规律，打坐修炼，虽无丹药辅助时宛如蜗牛，但增加一点是一点。内里那股沉沉的死气正在被一点点驱散。炼气2层，寿元增寿半载，当无大碍了。仙路艰难，但有了这红葫芦，至少有了争一线的可能。仙凡有别，林雪瑶，
这过去的80多年，不知你又到了何种境界？炼气期4层，终于可以使用神识了。药石之力，静至玉丝。纵是天品灵根，若无外物辅助，亦需2年苦修。丹药必须暂且停下了。修为进驻如此骇人，若被察觉，必死无疑。看来非寻一门敛息秘术不可了。按宗门律例，内门弟子可至藏经阁选取2门功法，但我自己去绝技不行，或许可以借他之手。北师兄，这是您本月的份例。师弟如何称呼？回北师兄，弟子姓陈，名远。陈师弟，老朽有一事想劳烦你走一趟。师兄请讲，若弟子力所能及，这枚炼气丹便算作师弟辛苦一趟的酬劳，如何？师兄放心，弟子定当尽心竭力。不知师兄需要选取何种功法？首重一门能收敛气息、稳度根基的功法，其次需一门护身御敌的法诀。弟子去就回。一颗炼气丹的代价，足以让这些杂役拼命。北师兄，功法取回来了。有劳师弟了，甚合我意。师父相意。这敛息法门确实精妙非常。归息运灵，给我收！气息稳稳维持在了炼气1层。纵是金丹修士，若非强行探查，也绝难看穿老夫的真实境界。如今伪装已成，再无后顾之忧。废丹房10符术小成，归息诀掩护。如今我这炼气5层巅峰的底子，就算是筑基修士当面，也休想看穿我。你引气成功了！回白仙顶，托宗门福，侥幸踏入炼气1层已有数月，能在气血枯竭时引气入体，已属不易。看来天灵根确有不凡，只可惜能窥得仙门一秒，老朽已心满意足更多。这是近半年积累的废丹，你按旧例处理便是。是，多谢仙子挂怀。只是不知仙子可知晓，一位名为林雪瑶的修士。玄冰宗的林雪瑶执事，自然知晓。听说现已是筑基大圆满。筑基大圆满，好，好啊！仙凡有别，果然如此。你好自为之。筑基大圆满，林雪瑶，你果然走在了前面。但那又如何？凭着红皮葫芦，我一样能追上你。这些在别人眼里的垃圾，就是我成仙的阶梯。炼气丹，益气丹。这形态，这道韵，筑基丹，6颗废筑基丹，竟然有6颗凝金丹！哈哈哈哈哈！连冲击金丹期的神物都有，老天助我！绝不能放在身上，一旦被发现，必死无疑。在这些神物只能藏着。废丹院对我而言根本不是坟墓，这里是我逆天成神的龙兴之地。炼气6层，终于。喂，老东西，听说你这废丹院里
偶尔还能捡到没完全废透的丹药。这位师兄说笑了，都是些宗门废弃之物，灵气早散尽了。少废话！王师兄炼丹正缺一味辅药，听说前阵子有批炼废的赤阳草渣子倒在这里了，带我们去废丹房找找。师兄，里面丹毒混杂，气味污浊，恐污了各位师兄法体。让你带路就带路，一个看守废丹房的老废物，也敢拦我？师兄请。什么鬼地方？你们去那边翻翻。王师兄，没有啊，都是些没用的垃圾。那是什么？只是一些清理出来的废丹，准备日后统一处理的。打开看看。师兄，皆是无用之物。我让你打开！慢吞吞的，没吃饭吗？欺人太甚！不行，此事还不能暴露。整理的倒挺整齐，可惜和你一样都是废物，白废纸。老家伙，给你7天，7天我不管你是把这分房拆了还是怎么样，必须给我把赤阳草找出来。7天后若是没有，相信在这个空寂的废丹院少个人，宗门也是不会在意的。我们走。一旦动手，我这炼气6层的秘密就会暴露，死无葬身之地，所以我必须忍。仙路漫长，这一脚老夫记下了。这是素英丹。接下来的2日，我借寻找赤阳草之名，彻底清点这座宝山。这些都是我冲击无上大道的底牌。北师兄，这位是赵明师兄，奉王师兄之命来问赤阳草之事，可有眉目？赵师兄，老朽已尽力翻找，奈何种类庞杂，尚未寻到。哼，王师兄交代的事你也敢怠慢？莫不是以为躲在这废丹房，就真成了无人问津的休木？老朽不敢，实在力有面度，还请宽限几日。哼，谅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。还有3天时间，3天后若还找不到，后果自负。北师兄，您多保重。王师兄派人催促是假，试探是真，不能给得太快，也不能不给。3天后交出，恰到好处。实力还是实力不够，炼气6层远不足以自保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，准备后手。石基术欲速成，需大量凝血丹辅助。是真的风吹吹树叶，还是有人窥探？这废丹院看来也并非真正的与世隔离。或许不该忍了，是时候将此物交出了。算你这老东西识相，
早点找出来，也省得爷多跑一趟。被看穿就是死。走了。那高瘦青年的眼神，这葫芦沾染了灵气，引起注意了。一次试探无事，2次、3次呢？必须想个法子借力打力了。白芷，这香火情是时候用了。白芷已是炼气12层，王公元绝难撼动他，但我需备一份敲门砖。掌柜的，兑换炼气丹，1颗下品炼气丹可兑3块下品灵石，10颗共计30块，换否？换。掌柜的，你这里可有适用于炼气12层修士的丹药？有，倒有预购何种？疗伤、增灵，亦或其他？麻烦取来看看。此乃中品回春丹。疗伤之用，1颗10块下品灵石。这是中品淬体丹，1颗9块下品灵石，服之可小幅强化肉身筋骨。最后这瓶是下品引气丹，12块灵石1颗，服后可隐匿修为。掌柜的，你这儿可有4道丹纹的极品灵丹？极品灵丹！道友莫要说笑，那等生有4道丹纹的极品灵丹，岂是我这小小铺门能有的？据说唯有丹道宗师倾力开炉，方能得上1、2颗。倒是老鼠见识浅薄了。对了，掌柜，你这里是否有凝血丹？此丹多为凡俗武夫所用，我等修仙者罕有问及。你不妨去外边那些散摊上寻寻。麻烦掌柜帮我装上2颗回春丹。凝血丹怎么卖？1块下品灵石1瓶。这些呢？都是我从炼丹房捡的凝血丹废丹，没什么用。你要的话，再给1块下品灵石。行，帮我都装好吧。从付灵石时就察觉到目光了，炼气3层和4层，跟了一路，不累吗？老家伙，警觉性倒是不差，把身上值钱东西拿出来，哥俩给你全尸。就凭你们，找死！只服输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古人诚不欺我。这些凝血废丹一旦蜕变，我的食肤术必将推至大成。这份礼应当足以敲开白纸洞府的门了吧？3日前，为了争取时间，我必须借刀杀人。白仙子，北寒风，你不在废刀院，来此何事？白仙子，老朽有事相求，事关老朽的生命安全。此丹是老朽用攒下的份力换的，想作为感谢仙子之礼。你有何事直言便是，不必如此。前些时日，外门王同元师兄强索赤阳草，并对老朽多有折辱。老朽年迈体衰，实不堪其扰，恳请仙子代为转还，给予。这老苏确实可怜，帮一板倒也无妨。宗门之内自有法度，此事我知晓了。
我会知会外门行堂一声。至于这丹药，你自行留着吧，与我无大用。多谢仙子，仙子恩德，老朽没齿难忘。鱼上钩了，接下来的2日，我只需等待。北师兄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陈师弟，何事如此欣喜啊？是那位王同元王师兄，他被外门行堂下令面壁思过3个月。听说有人举报他欺压同门，3个月内不得踏出洞府半日。多谢师弟告知，这确实是个好消息。强制思过3个月，这3个月至关重要。炼气6层还是太低了，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极品凝血丹加上血炼断体术，给我练！效果显著，一颗极品凝血丹抵得上老夫苦修1月，这3个月足够了。王同元，收炼气7层，成了。3个月苦修10符术大成，寻常下品法器已难伤我分毫。3个月已过，王宏元应该出来了吧？得另谋他法，避开他背后的筑基之事。可是内门弟子北寒风，正是老祖，不知师兄驾临有何吩咐？宗门指令，命你即日起前往七玄坊市驻守3年。师兄，老朽年迈体衰，修为低微，恐怕难当此重任啊！宗门令欲启容推诿，若抗命不遵，废去修为，逐出山门。是，老朽遵命。七玄坊市虽打乱了计划，但也让我暂时避开了王同元的锋芒。山高皇帝远，那里约束更少，或许更方便我行事。但在离开前，这些高阶废丹是我未来冲击大道的底牌，绝不能有失。可惜没有储物袋，这500颗也足够支撑我一段时间了。此去路遥，师兄自行保重。修仙界，实力才是一切。昼行夜伏，小心适得万年船。老家伙，识相的，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，爷俩发善心，留你全尸。看你从黄风谷方向来，是宗门弟子吧？嘿嘿，哥儿俩今天运气不错。2位道友，老朽身无长物，也现在严宾常理。少废话，储物袋交出来！炼气7层，这怎么可能10符术。你不要过来啊！现在还走得了吗？宗门弟子果然是这些劫修眼中的肥羊。储物袋有了此物，终于不用背着麻袋四处招摇了。虽只是最低级的储物袋，但也解了燃眉之急。数日后，
七玄方士到了。来者止步，出示身份。原来是内门北师兄，驻守的管理师兄现就在中心的七玄阁，您去那儿报道即可。这就是七玄阁了。何事？老朽北寒风奉命前来驻守报道。哟，原来你就是废丹院那个传说中的天灵根啊！百岁天灵根，久望久仰。无趣的朽木。坊市西头最里面的院子，以后你就住那儿。册子是规矩，自己看。每日巡视2次，小纠纷自己解决。没事儿，别来打扰我。这就是他们分配给废物的地方吗？真是有够简陋的，偏僻，无人问津，这简直是天赐的闭关圣地。3年，足够了。1年多前，我开始在七玄坊市巡逻，春去秋来，时间一晃便是1年多。炼气8层，成了，是时候添一柄飞剑了。这位道友想要些什么？此剑何价？道友好好眼，这清风剑可是下品法器中的精品，内里熔铸风力与禁速2重阵法，足以撑手。30块下品灵石便可拿走，价格还算公道。掌柜的，你这上面可有御剑术？有，道友可是想提前熟悉熟悉御剑之道？这是一门基础御剑法，附带基础灵剑诀，与剑一并带走，只需50块下品灵石。可。御剑术炼气后期方能化身剑仙，自由穿梭天地。关窍已全盘掌握。剑从心生，剑灵绝印，乾坤无极。气域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法由心生，生生不息。这就是高处的风景。御剑乘风来，逍遥天地间。自从掌握御剑术，我便时常在夜深人静时遨游天地。10年内必须踏入筑基，唯有筑基，方有资格去探寻他的如今。在此巡逻大半月，日子倒也平淡。炼气9重，甚至更高。这碎片竟能引动葫芦，这赤荆草如何卖？5块下品灵石，灵气已失大半，不值这个价。且慢，道友若诚心要，3块灵石拿去。这又是何物？看起来像是凡铁，从一处古修士洞府外围捡的，火烧不化。道友若有兴趣，10块下品灵石拿走。10块？道友莫非当老朽是那等冤大头？一块不知用途的废铁也值10块。罢了，这赤荆草我要了。看你摆摊不易，那块废铁1块下品灵石，全当买个好奇，卖否？成交。这碎片绝非寻常，下品法器竟伤不了它分毫。不仅能提升丹药，还能吞噬特殊材质，
若它能被不断修复，未来会觉醒何等逆天的威能！这七玄坊市确实是一处宝地。所有驻守弟子即刻至七玄阁集合，有要事吩咐，违者严惩。紧急集合令，出大事了！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七玄坊市怕是要变天了。数日前，紧急集合令打破了坊市的平静。接到宗门传讯，黑煞宗活动频繁，屡有挑衅。从即日起，七玄坊市进入戒备状态，夜间实行宵禁，发现形迹可疑之人，立刻上报。北师弟留步，师弟年事已高，巡逻加重恐吃力。若师弟觉得不便，师兄或可代为说情，减免一些。有劳孙师兄挂心，宗门任务老朽自当尽力，不敢懈怠。师弟高义，保重。试探我，这坊市宵小之辈果然不少。一丝微弱的血腥气，这葫芦又感应到东西了。救我！五脏俱损，经脉断裂，你命不久矣。我可以让你少些痛苦，并帮你入土为安。你将此物给我，如何？修仙界人命如草芥，灵气极为微弱，若非葫芦感应，丢在路上恐怕都没人捡。这气息好古老苍茫，这玉珏和之前的金属残块都在修补这葫芦，它果然是一件残缺的无上异宝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黄师弟，何事如此慌张？黑煞宗，是黑煞宗，他们正在攻击我们的大阵，大阵快要破了！大阵一破，便是屠杀。黑煞宗真的打上门了。赵钱，识相的就打开大阵投降，否则阵破之时便是尔等殒命之刻。黑煞宗是要与我黄风阁全面开战吗？开战！今日我们不过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罢了。全力维持大阵！敌众我寡，这阵撑不了一炷香。赵师兄，援军何时能到？求救讯号已经发出，但至少需要半日。杀！一个不留！结阵杀敌！根本撑不到援军，必须撤。又一个跑来送死的！他好像在找东西，这根本不是寻常的摩擦。果然在此，地脉灵髓是我的了。地脉灵髓能洗炼灵根的天地灵物，难怪黑煞宗如此兴师动众。黑煞宗的消息，敢犯我黄风谷疆域，找死！竟是他！李健，你们黑煞宗的爪子伸得太长了。
怕你不成？地脉灵髓能洗炼灵根的天地灵物，对我这具枯萎的天灵根而言，绝对是可以逆天改命之物。地脉灵髓到手了，老子不陪你们玩了！留下一嘴！两人大战，灵力必定损耗巨大。这地脉灵髓，我志在必得。我感应到他们了。小贝，你惹怒了我！看你还能撑几时？他的注意力全在白芷身上，感知降到了最低。受死吧！这个行将就木的百岁老朽，竟然……白仙子，别来无恙。你是北寒风？你隐藏了修为？机缘巧合，偶有所得，不敢声张。这岂是偶有所得四字可以轻描淡写接过的？地脉灵髓，此物乃宗门所需，关乎重大。此物于老朽而言，亦是救命之物。仙子应当明白，我这天灵根若无此物洗炼，终是镜花水月，仙路断绝。今日之事，我会禀明宗门，李健乃我拼命所杀。至于地脉灵髓，就说在激战中不慎毁去。白仙子，你的伤势？无碍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带你离开先。得罪了仙子。莫动，你伤势太重，乱动会加重。暂在此处歇息。仙子，你先服来回春丹调息一下。时间在寂静中缓缓流逝。北师弟，仙子想问什么？你的修为从何而来？你气血枯衰，寿元不足1年，按常理绝无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修炼至炼气后期。仙途机缘各有造化，老朽在废丹院中偶得一些未曾完全失效的丹药，借此艰难修行，侥幸有所进阶。罢了，仙途机缘各有造化，既是你仙缘，我便不再过问。今天若非你救命，我恐怕谢谢你北师弟。仙子言重了，当年若非您引我入道，老朽早已化作一抔黄土。只是老朽笃增修为，恐招来无端祸事，仙子可否帮保密一二？你且宽心，此事出你之口，入我之耳，绝不令第三人知晓。多谢仙子。照在他身上，好美。百年岁月，我自认心若寒潭，再无围栏。可此刻望着这仙子，北师弟，仙子，你的伤势已无大碍，地脉灵虽既已在你手，便尽早服用吧，我为你护法。有劳仙子。重塑根基，可惜肉身亏损太久，大部分力量都被用来修补肉身了，仅仅恢复到了下品灵根的层次。
如何？枯萎的灵根活了，但距离天灵根相差甚远，大概只相当于下品灵根。能活过来便是造化，下品灵根，勤勉修行，亦有筑基之望。下品又如何？有这葫芦在，我的修炼速度绝对比天灵根还快。仙子所言极是，老朽已知足。七玄坊事遭此一劫，驻守任务已无法继续，你就随我一同回宗门吧。见过白师姐。当初离开时前途灰暗，如今归来，线路已重开。北师弟，你可有何打算？若想换个略有些资源公益的去处，我可代为周旋。多谢仙子关怀，老朽却有一不情之请。但说无妨。老朽恳请仙子相助，让老朽得以进入丹殿。对拥有红皮葫芦的我来说，还有什么比成为炼丹师更完美的掩护？老朽资质愚钝，若想在仙途多走几步，须得一技傍身，哪怕只是处理药材的杂役。调任过去做个执事弟子应无问题，能否学到真本事，便看你造化。多谢仙子成全，天大恩情，没齿难忘。明日便去丹殿报道吧。丹殿，那里对我而言不是直属之地，而是一座等待我挖掘的真正的金山银山。哈哈哈！数日前，我来到了丹殿。北寒风，你就是白师姐推荐进丹殿的那个百岁天灵根？是。去东侧第3片殿报道，负责处理青心草的淬炼，规矩森严，莫行差踏错。就是他。100岁了才炼气2层，怕不是假的天灵根吧？听说是在废丹院待不下去了，托关系塞进来的。这么大年纪还学炼丹，简直浪费资源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每日需淬炼3筐青心草。这等基础淬炼，对拥有炼气8层真实修历的我而言，易如反掌。我只需在此蛰伏，等待一个接触更核心资源的机会。是墨巨人莫大师，能炼制凝尖刀的3阶丹师，难道是来挑选核心学员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墨大师，弟子北寒风。你是那个100岁天灵根？大师肯定嫌他丢人现眼了。是。你觉得炼丹之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弟子以为是心。哦，细说。心静则火稳，心专则药纯，心诚则丹成。百草有性，丹火有灵，造尽功力，畏惧自得，皆会应于丹中。弟子年迈，或许天赋不足，灵力不济，唯余一点奈和平常心。明日辰时到地火院甲字7号丹房报到。一群跳梁小丑。地火院核心丹房，那里的高阶废丹，我全包了。核心丹房，我来了。弟子北寒风前来报道。可知我为何选你？那些小子灵力操控再精妙，心不静则力不纯。我看重的是你历经世事沉淀下来的耐心与定力。弟子定不负大师志望。我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炼丹知识，观摩大师如何控火投药。夜里我服用极品炼气丹，修为稳步攀升，炼气9层，离筑基又近了一步。莫大师，奉长老之命，特送来3份筑基丹材料，恳请大师开炉。筑基丹，叩开筑基大门的关键灵丹。退下吧，今日炼制筑基丹，你一旁观看，能悟多少看你造化。看好了，投药顺序，火候变化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天灵果，紫猴花。你可看出问题所在？可是，在紫猴花与玉嘴之药力融合时，地火烧旺了半息，打破了平衡。不错，正是那半息之差。此丹一含丹毒，是废丹了。
清理了吧。筑基废丹，老夫的至宝。我再炼一炉，一切看好我如何规避失误。炼丹非一日之功，今日便到此，收拾干净吧。3颗筑基废丹，加上之前攒的，但极品筑基丹的诱惑太大了。极品筑基丹毫无丹毒，若我以炼气9丛强行吞服，3日前我以凡俗亲缘为由告假出宗，寻了这处隐蔽山谷闭关。极品筑基丹。炼化，给我炼化！怎么回事？灵气怎么突然增加了？好像是丹药逸散的灵气，不会是什么天才地宝吧？走，过去看看。经脉拓宽1倍，气旋凝练数倍，破败的道基被彻底夯实了。值了，他日冲击筑基，瓶颈必将减弱大半。刚才那股灵气波动，精纯异常，定是从这附近传出的。仔细搜，这荒山野岭，若是得了什么机缘，何该我等走运？竟然是他们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给我仔细找，定是有什么宝物出世，或是哪个蠢货在此服用了高阶灵丹未能吸收。王师兄，灵气流动好像是从那块巨石后面传来的。藏头露尾，里面的朋友得了什么好处，见者有份，不出来分享一下吗？分享？我把你们的命收了，如何？炼气9层，你是谁？王师兄，别来无恙。废丹院一别，看来你都把老朽忘了。是你，废丹院的那个老废物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明明只是个炼气1层、寿元无多的老废物，是吗？老废物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族叔可是宗门执事，筑基期修士，你敢动我，他绝不会放过你！筑基期，好大的靠山，可惜这里是荒郊野岭，杀了你们，谁知道是老朽做的？跑得了吗？去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族叔是……敢来抢我的机缘，就得做好留下性命的觉悟。这王同源身家倒是丰厚，这竟是长春宫筑基篇。有了此物，加上红皮葫芦里的极品筑基丹，筑基大陆已是一马平川。什么东西？追踪印记，一旦后辈被杀，印记便会自动转移到凶手身上。此刻施术者怕是已经感应到了，这下麻烦了，宗门绝对不能回了。待我筑基归来之日，便是清算之时。怎么回事？王师叔为何如此震怒？血缘追魂，贤！找到你了！无论你是谁，上天入地，我必将你抽魂炼魄，挫骨扬灰！
必须尽快摆脱这追踪印记，否则必死无疑。来了，这么快！只有那里能隔绝神识，是我唯一的生机。小贼，收手！倒是挺会找地方，你以为躲进这里就能活命？老夫便在此守着你。这藏骨荒卷有进无出，待你灵力耗尽，被里面的东西撕碎，老夫再来给你收尸。神识被死死压制在数丈内，这里步步杀机。尸鬼！这鬼地方不能硬闯。王丽，你最好是真的在外面守着，等我筑基出去，必将你挫骨扬灰。终于安全了。当务之急是清点资源，提升实力。李健身为炼气大圆满，又是带头袭击访视之人，身价绝对丰厚。几十块中品灵石，这绝对是一笔巨款。至少300年的紫电雷身，炼制雷属性丹药的极品；玄冰翅，炼制极品法器的顶级主材。赤铁虎头蜂，上古异种，传闻连金丹真人的宝器都能啃噬的恐怖凶虫。成年的虎头蜂单只便可抗衡筑基，若能将其培养成群，便是金丹修士剑了，也要退避3步。有了这些资源，便是我在这死地中生存和反杀的最大底气。筑基之难在于灵力化液，稍有不慎便会经脉尽毁。忘却时间，忘却生死，唯有不断变强，方能破局而出。炼气10层，小杂种，老夫倒要看看你能在里面缩多久。王丽，你最好真有那份耐心，一直在外面等着。若在洞内干等几年突破筑基，外面那王丽老匹夫绝不会给我这个时间，不能这么干等。3只养不起，但这气息最弱的一只，倾我家当，或可一试。就是你了。臣服。先为他把下品飞剑试试。好霸道的吞噬之力！虽然体型未变，但甲可硬度与锋锐之气正在急速攀升，还不够。普通的下品法器已经无法满足他了。整整1日1夜，这面坚不可摧的上品法器终于化作了碎屑。天然震纹，他的气息竟直接攀升到了炼气后期层次。
竟能共享感知。有了这等神技，这藏古荒兄对老夫而言便不再是绝对的盲区。去，探查洞外方圆100丈。有此风相助，在这死地之中，我便多了3分反杀的把握。但资源已耗大半，若想将其培养至可以抗衡筑基期的成年期，还需要海量、更高品质的金铁之物。藏古荒墟，别人眼里的坟墓，却是我这噬铁虎头蜂最完美的顶级粮仓。为了培育凶虫，我开始在这死地中搜寻金铁之物。中品灵气，而且是完整的，这绝对是虎头蜂的大补之物。声东击西，引开他们。中品灵气到手了。不好！回来，拦住他！这边进石殿。这虎骨难道生前是金丹大能？金丹残魂夺舍，300年了，终于有人来了。老夫生前乃金丹剑修，道号清明。金丹剑修，300年前，老夫陨落于此。小友既能到此，便是有缘。前辈现身，所谓何事？将我筋骨带出荒墟，送往东海玄剑门，面告掌门清明愧对师门6字。作为交换，老夫身前这把下品宝器清明剑及金丹剑诀皆传于你，但需你立下心魔大誓。剑意凝神，剑气化形，好精妙的剑诀！天道在上，心魔为证。吾若皆传承，必将还送至玄剑门，面告6字。如违此事，道基崩裂，神魂俱灭。好。古跬宗遗迹，地下竟藏有一条阴髓铁矿脉。不急，先找阴髓铁矿。到了，矿脉入口就在这10楼地下。阴髓铁，一整条矿脉，绝佳的闭关圣地，就在此地冲击更高境界。时间在忧恨中流逝。第3日，虎头蜂甲可完全转为暗金。赤格阵图愈发清晰。第15天，炼气12层大圆满。要进阶了。筑基期第1只神宠终于长成啦！这里的矿石还有很多。
若是把另外2只也唤醒，王丽，你的死期不远了。第1只凶虫进阶筑基，给了我极大的底气。3只筑基期的噬铁苦头蜂，有了它们，我不仅能自保，甚至能反杀外面的王丽。开始了第2只的认主仪式，竟在反抗认主，甚至要自毁。臣服！畜生终究是畜生。时间在黑暗中无声流逝，海量的阴髓铁化作了他们的养料。炼气11层，破！3只筑基凶虫，加上炼气11层的修为，老夫倒要看看谁还能阻我。临走前，还需将这柄清明剑彻底祭炼。给我碎！好剑，不愧是下品宝器，是时候离开了。有东西正在靠近矿洞，极其危险。接近筑基中期的海精灵石块。实习前，这具接近筑基中期的怪物，犹如死神般踏入矿洞。被发现了！瞬间的杀意沸腾，动手！防御，风露伺机偷袭，攻他关节骨粗。转身迟缓，挥击后有僵直，破绽有了。灵剑诀，分光。攻他眼眶魂火！给我断！清明剑不愧是金丹法宝。若非此剑锋锐，今日破不开这怪物的防御。他最后看见的眼神，不是畏惧，而是确认。难道这具尸魁竟认得清月真人的佩剑？不能久留，走！不止一个。他们的目标极其明确，矿洞。尸潮压境，我退守矿洞，以极其狭窄的地形作为绞肉场。来多少，老夫杀多少。尸鬼太多了，
根本杀不完。该死！万物皆可斩，清明剑法斩！不能倒下，还有外面的危机。尸潮已退，是时候离开这鬼地方了。炼器11层，极品宝器清明剑，3只筑基神宠。如今的我已脱胎换骨。终于憋不住了吗？小畜生！老东西，你的气息怎么回事？王丽，我可是让你久等了。3只筑基期的上古凶宠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手！筑基中期不过如此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种上古凶物？给我死开！血杀斩！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连灵气都斩不破！不能和这畜生纠缠，擒贼先擒王。老狗，跟我一起下地狱吧！剑意凝神，清明剑诀，断山海。宝器。筑基期也不过是一件的事。一宗执事筑基中期的身价，绝不是李健那种散修能比的。上古灵石，一块堪比万颗下品，发财了！哈哈哈哈！不枉我拼死一搏，王丽，你真是送财童子啊！悬在头顶的剑终于没了，得找一个强大的靠山。王丽之死必会引来执法堂的彻查，是时候找个绝对安全的地方，正式冲击筑基期。那不是废丹院那个100岁老头吗？他不是跟着王丽执事出去了吗？王师叔的本命玉符碎了，这老家伙居然活着回来了，出大事了！莫大师，老朽终于活着见到您了呀！北寒风，你竟还能活着回来？王丽呢？死了。王执事被一头浑身长满黑金鳞片的恐怖尸魁生生撕成了2半啊！黑金鳞尸魁堪比筑基中后期的远古凶物，若是遇上此等邪物，王丽却是必死无疑。王丽都死了，就凭你这区区炼气期，怎么可能从那等怪物手中逃脱？说，王丽到底怎么死的？因为老朽在荒墟死地中捡到了这个筑基期噬铁铜头锋，这是上古异种，筑基期的噬铁狐头锋。正是，那黑金尸魁与此虫缠斗，老朽才得以趁乱逃脱，并侥幸将其收服。筑基期凶虫，若老夫能得到它，即便是结丹老祖，老夫也敢掰掰手腕。莫大师，我劝您收起那个念头。这上古凶虫性格极其暴烈，老朽已与他结下同生共死的血契，我若身印，他必自爆，您什么都得不到。
北师弟，这是哪里话？你是我丹殿的人，老夫岂会觊觎弟子的机缘？大师高义，老朽自然是信得过的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讳。王丽之死，执法堂必会追查到底。老朽需要一处绝对安全的庇护之所，而大师若能助老朽挡下这些麻烦，关键时刻，这只筑基凶虫便是大师手中最锋利的暗箭。好买卖，这老头寿元无多，等他作化，这虫子迟早也是我的。北师弟放心，王林之死那是他咎由自取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地火院的首席炼丹师。执法堂若敢来找麻烦，老夫替你挡着。这丹殿的药材，你尽可取用。老狐狸，你以为吃定我了？这只虫子不过是我3只神虫里最弱的一只罢了。多谢莫师兄栽培。王丽乃我宗门外门执事，命牌淬炼，给我查。遵命。查吧，查得越狠，老夫的戏才越真。王丽师叔身死，你是唯一生还者，带走，强行搜魂。哼，放肆！我丹殿的人也是你们能动的。事关重大，王师叔命牌淬炼，此人嫌疑最大，我等也是奉命行事。搜魂？你们若敢碰我，老夫拼着暴露也要拉你们垫背。不过现在有人替我出手。嫌疑？北寒风不过炼气，岂能杀得了王丽？你们执法堂找不到真凶，便拿我丹田的弟子顶当吗？但他为何能从荒墟怪物手中逃脱？他身上带着老夫赐予的3节引灵符，怪物自然察觉不到。怎么，老夫赐给弟子的保命之物还要向你汇报？此事没完，若查出端倪，执法庭定不轻饶。走！多谢大师救命之恩，大师恩同再造。起来吧，老夫既然收你为记名大弟子，自然保你平安。但你也别忘了你的承诺，那只虫子何时能彻底形成战力？大师放心，只是培育此虫需要海量的金铁内灵材与丹药材。拿着这块药库第1层废丹库以及低阶炼器材料，你尽可凭此令随意取用。成了，整个丹殿的资源对我彻底敞开了大门。这里是黄风谷外门数百年的底蕴积累，都是我的，全都是我的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转化，给我转化出极品筑基丹的辅料。有了丹殿的无限材料供应，我的极品丹药要多少有多少。他们是我最强的护道之阵。百岁蹉跎，受尽白眼，今日我便要逆天改命。给我破！破！犹如羊脂玉瓣，犹如春笋破土，洗尽伐胡，脱胎换骨。200年寿元，筑基期，老夫终于踏进来了。纯粹的筑基意象，是谁？方向是北寒风那老东西的居所。宗门内竟有人不报备私自筑基，查！该死，极品筑基丹的动静太大了，连结丹器都惊动了。若被发现我底蕴如此雄厚，必然会被当成夺舍的老怪，会一端解剖。给我压下去！里面的气息极其紊乱，似乎突破失败了。北寒风，你可是走火入魔了！开门！老朽见过长老，见过莫大师。侥幸，你竟然真的筑基成功了！拼死一搏，险些爆体而亡，虽勉强凝气化炼，但根基已毁。原来是个靠残次品强行冲关的废物筑基，这辈子也就停在筑基初期了。
不足为惧。难怪一向如此博大短促。哼，既已筑基，便去执事堂登个记，领个闲差吧。宗门不养废人，莫要乱跑。王立之之事还在查你。是，多谢长老教诲。既然没死，就滚回丹宫，别忘了老夫交代你的事。最弱筑基，根基尽毁，这修仙界的局，老夫正式入场了。晋升筑基后，这葫芦果然也跟着解开了封印。转化速度提升了10倍不止，这筑基期，老夫要横着走了。虽然根基尽毁，但好歹也算跨入了筑基期。从今日起，晋升你为1阶丹师，地火院天字9号丹房归你，每月需向店内正交300枚下品真元丹。多谢大师提携，老朽一定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勇。蠢货，你以为你在压榨我？你是在给我打开国库的钥匙。独立的高级丹房，绝对的封闭隔绝，在这里，连接丹长老的神识都无法轻易窥探。炼化，全部炼化！莫居人要我每月暂交300废品，老夫一天就能量产1000极品。当然，明面上的差事还得敷衍一下，全当掩人耳目。修真无岁月，在无尽极品丹药的堆砌下，我的修为一日千里。筑基初期，彻底圆满。然而极品丹药这就不是凭空变出来的，王丽的遗产加上废丹房的积累，竟然在这短短数月内被我挥霍一空了。宗门内的羊毛已经薅秃，是时候去外面寻找新的猎物了。地下鬼市，希望那里能有让我满意的进货渠道。3个时辰前，我根据令牌指引，来到了这处法外之地，显得幽深。地下鬼市，杀人越货者的销赃天堂，也是修仙界最大的黑市资源库。刚从落日谷摸来的上品法剑，便宜出了。剧毒的劣质废丹，一般人避之不及，但我的红皮葫芦最不挑食，能让筑基期凶虫如此疯狂的，绝对是稀世珍宝。就是这块废铁，这几瓶剧毒废丹毫无提炼价值。老夫拿去喂毒虫，怎么卖？道友好眼光，这些毒丹毒性极烈，10块中品灵石全拿走。10块中品？你想钱想疯了？2块不卖，老夫便去别家。这些毒丹放了几年都没人要，能换2块中品灵石也是赚的。哎，道友留步，2块就2块，这等好东西，你这老狗也配？不想死就滚！这块破铁疙瘩也一并给老夫吧，拿回去垫垫桌脚。1块破铁而已，道友拿去便是。哈哈哈哈！有眼无珠，这绝对是上古遗留的绝景剑胎残片。那老家伙出手就是2块中品灵石，连眼都不眨，绝对是头肥羊。老夫正愁找不到试验战力的活肚子。警觉性倒是不低，可惜晚了。交出储物袋，留你一具全尸，否则定叫你尝尝抽魂炼魄的滋味。抽魂炼魄？就凭你们这2个炼气期的废物，装神弄鬼，死！炎帝爆扑出2道长岛长达至夜真玄轰然爆发，筑基大将，敢在老夫的地盘杀老夫的狗，留下命来！筑基后期老怪，给老夫死来！什么东西，竟能破老夫的玄冥鬼手？这是上古异种，3只成年的异种凶虫。筑基后期，
不可力敌，撤！哈哈哈哈！区区白骨初期，也想从老夫手里逃走，把凶虫留下！上路吧！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交出凶虫，老夫留你全尸。筑基后期又如何？打一轻敌，便是你的死期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死！殊死赶来！啊！我的手！小畜生，老夫记住你了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老怪物，这条胳膊就当是你追杀老夫的买路财了。数日后，我绕了无数个圈子，终于安然返回宗门密室。富贵险中求，这次鬼市虽然凶险，但收获也是极其恐怖的。真正的无价之宝是这个。 宝器都感到恐惧，这难道是传说中上古大能孕育失败的绝世剑台残片？好霸道的剑台，竟想把老夫吸成人干！哈哈哈哈！再傲的绝世凶剑，在老夫的葫芦面前。 也得盘着。这剑台竟能无视境界屏障，直接吞噬材料，无限成长。今天，老夫就用这整整一个筑基后期老怪的身家，为你重塑剑身。3天3夜，清尽所有底蕴。剑成，无影无形，混沌剑台，这才是真正的绝世杀器。 好一把无影无踪的杀人剑，有了它，加上3只筑基凶虫，如今这黄风谷外门，老夫便是绝对的王。北寒风，速来丹殿主阁，执法堂长老带队，大搜查开始了。他们找到了王力残留的血煞气息，所有去过荒墟方向的人都要接受问心镜的检测，立刻滚过来。问心镜。 查我！既然你们想看一个拼死冲关、根基尽毁的废物，那老夫就演给你们看。今日不查出真凶，谁也休想离开半步。下一个。 偷盗灵草，拖下去，杖责80。下一个，这北寒风，可千万别在问心镜下顶不住啊！你就是那个和王丽一起去过荒墟的北寒风，上来受敬。莫师弟，恭喜了！这怎么可能？问心镜是吧？老夫今日就当着全宗的面，给你演一场大戏，召集神魂。 放开心神，若敢抵抗，神魂俱灭！想探老夫的底，你还不够格！是荒墟。 果然是王力指示。王指示，前面危险啊！这老东西还真是命大，全靠苟活下来的。啊！
本来是个只会苟且偷生、靠劣质丹药毁了根基的废柴。长老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我这记名弟子虽资质愚钝，但确是清白的。这搜魂之苦可是白受了。北寒风嫌疑彻底解除，王丽之死定是那荒虚凶物所为。执法堂听令，收队。多谢长老明鉴，多谢莫大师庇护，真是个没骨气的老废物。老朽定当当牛做马，相报大恩。问心镜，结丹劫，不过是被老夫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宗门这一关总算是彻底过去了，从今往后，海阔凭鱼跃。虽然在丹殿获得了绝对的庇护，但我绝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。8年了，踏入仙门，爷爷，一晃等我在城里出头了，接您去享福。当年离开时，瑞儿才10几岁，如今也该成家立业了吧？修仙界凶险莫测，老夫这一去，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凡间。在追求长生大道之前，老夫要先衣锦还乡。从寿元无几的100岁老翁，到寿享200余载的筑基修士，期间变故远超常人一生。如今树依旧，人已飞，仙路漫漫，尘缘难断。此乃长春宫中的仰慕之术，也算是对这老友的一点馈赠。你是李二狗？贝爷爷，真的是您回来了！真是北伯伯！天啊，8年了，贝爷爷不但没老，还年轻了。仙人，咱葫芦村的仙人回来了。我孙子北瑞可还在村里？回了，北瑞哥3年前就从城里回来了，娶了媳妇儿，还生了个小子呢。修仙无岁月，凡尘已生根。瑞哥，快出来！你看谁回来了？爷爷，瑞儿，8年不见，爷爷的容貌比之前还要年轻。不必跪，这是你媳妇儿。见过爷爷。给孩子带着，可安神护体。多谢爷爷赐宝。爷爷，您真的成仙了？这些年您过得好吗？进屋说话吧。既去了城，怎又回了？城里没那么好混，摆摊全赔进去了。媳妇儿家里嫌我穷不答应，我们就偷偷跑回来了。好在还有几亩祖田，凑合糊口。这些银子你拿着，这些是强身健体的药，每月服1枚，可保无病无灾。爷爷，您这次回来还走吗？走，明日便走。我就您一个亲人了，您成了仙，寿元漫长，可我再过几10年就死了，这一别，恐怕就是永别了。仙路无亲，岁月无情，你可想修仙？想，爷爷，我能修仙吗？手放上去，凝神感应。你没有灵根，无法修仙。也好，当个凡人，种地养家，平平安安一辈子。仙凡有别，以前是我和林雪瑶，如今，您尝尝，这是您当年埋的桂花酿。酒入喉是凡尘的味道。爷爷，修仙苦吗？苦，那值得吗？不知。10岁那年，爹娘跟着奶奶走了，您一个人带我，总觉得该出去做点大事。现在想想，大事没做成，连陪您的时间也错过了。爷爷，
您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？图个明白。爷爷，这是您当年留下的，我一直留着，想您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你拿着。爷爷，您成了仙人，能活多少岁？筑基期寿200余载，200多年，真好，真好。有话就说。爷爷，瑞哥心里苦，他夜里常睡不着，总念叨着对不住你，没出息。天还是和之前一样，没变，但看的人心态变了，有修士的气息正在靠近，似乎在逃命。救命！识相的就赶紧走，管他干嘛？解决这丫头，走！前辈恕罪，晚辈不知前辈在此清修，多有冒犯，这就离开。走？我让你们走了吗？前辈，我们是武灵观的人，奉命追杀叛徒。前辈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武灵观为何追你？晚辈发现了一座金丹真人作画洞府，这是晚辈托印的地图。你中了毒，是武灵观的细心思，无药可救。地图给你，只求前辈帮我灭掉武灵观。修仙界便是这般弱肉强食。里面确实是一幅地图，标注着金丹真人作画的详细地址。武灵观3日后便要开启洞府，我已筑基，不缺资源，但这金丹真人的洞府，或许有我缺的金丹功法。长春宫只有筑基篇，我缺金丹功法，这洞府必须去。爷爷，醒了，瑞儿，我今日便走。这本混元禁炼内劲，大成可开班列石，游龙步中风法，炼至深处10人难进。您要我练武？你既无灵根，便走凡间武道路子。这是淬体丹、壮血丹、养气丹。莫怕，此风有筑基中期实力。我在他神魂中留下血脉守护印记，今后他会守护北家血脉，直至死亡。若遇生死危机，他自会苏醒。你选一处地方安置他。功法不得外传，丹药每月各食1枚，勤加修炼，20-30年可大成，以一敌百不难。爷爷，我一定好好练，绝不让您失望。好好练武，待大成之时，我们爷孙俩必会再见。瑞哥，爷爷走了。凡尘因果已了，仙路杀劫再起。还有2日开启，时间充裕，先探10时。修为封锁，定期4层，完美伪装。武灵观连闭关多年的筑基后期长老都请出来了，还要跟家族势力3七分账。吃相真恶心！洞府本是散修发现的，他们凭什么独占？退后！此地闲人免进。武灵观观主穆道人，筑基初期，10息内自行散去，10息后仍滞留者，格杀勿论。10、9、3、2、1。真是好深的隐匿功夫。洞府入口，我要一个名额。
牧师指与他便是，多一人便多一分把握。拜见玄尘师叔。待子时禁制最弱，我等一同进入。周延，散修周延，玄尘道友神识过人。轰门！金丹遗骸。退！联手，否则都得死！我的法宝！整个大厅的空气仿佛都因为这2只虫王的出现而凝固。你竟也有噬铁狐头风，还是筑基中期？道友，快让他们控制蜂群，老夫必有后报。武灵观秘藏尽归于你。不！饶命！道友饶命啊！凶厉的虫群瞬间化为最听话的杀戮工具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却不知猎人早已收网。木属性飞剑，可惜我已有清明剑。筑基后期噬铁虎头蜂，有了它，金丹之下我皆可杀。开始将印记逐出神识，住进刻石台上的25只初期蜂虫的神魂中。剑气凝形，剑光分化，一语出城。玄尘子想独吞金丹一役，做梦！给我轰！既然你们赶着送死，那老夫便成全你们。这禁制虽强，但里面的人怕是正在独吞金丹一罪，给我全力轰！诸位，你是何人？玄尘子何在？死了，死了。那金丹一玉呢？道友将所得取出，我等商议个公允的分配之法，如何？你一人还能抵我们8位筑基不成？好，算你识相。道友别急，这就给你。噬铁虎头蜂怎么会有这么多？快逃啊！给我结阵挡住！筑基后期，江上来吧！8名筑基，固百炼器，也不过如此。这么多法器和材料，是时候回宗门继续掏些废丹了。比离开时只高了1层，既不着用化作内北放汤眼，也合情理。恭喜北师兄啊！你刚回来，最好留点神，别撞在行堂的矛头上。我就是个炼气3层的废物，谁会怀疑到我头上？弟子北寒风，归返复命。明日我开炉炼聚元丹，你先将丹房积随的废丹渣清理了。若能得聚元丹的废丹，经葫芦转化，我的修为1日千里。莫大师可在？出大事了！运送途中遇袭，眼下草中冰火失衡，恐撑不到明日开炉了。冰火失衡，今日必枯萎。这感觉
与当初遇到神秘金属碎片时一模一样。那玉盒夹层里藏着修补葫芦的碎片，我必须拿到它。大师，弟子早年流浪，曾见凡俗郎中处理此症。给你一炷香，成济公，拜，明日滚出丹殿。是。竟然真的稳住了。今夜你便留在此处，指尖凝聚出一道照看此草。这次你又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呢？半年时光枯燥而充实，老魔的炼丹遭迎突飞猛进。北师侄，许久不见。弟子见过白师叔。你当年杀李健时便是炼气后期，如今究竟是何修为？还要瞒我吗？能活到今日，已是上天垂入。修为几何重要吗？你若展露真实修为，莫师兄未必不会倾囊相授。你错过机缘了。弟子告退。玄冰宗的林雪瑶上月已结丹。结丹又如何？总有一日，我会让你仰望。哟，天灵根的北师兄也来考，半路出家的老学徒，别浪费名额了。区区一阶炼气丹，对拥有筑基神识的我来说，如探囊取物。迎开！3颗中品，考核稳了。北师弟这么快就出来了，可是第一炉就练废了。成丹率70%，中品炼气丹3颗。啊！怎么可能？他学炼丹才几年？你最后凝丹时，用了急火3息、还火养丹的手法。弟子只是凭感觉。好一个凭感觉，这感觉准得很。考核通过，自今日起，阅历翻倍，地位超然。恭喜，随我来。2月后宗门大比，前3名可入禁地化灵池洗炼灵根。若能入内，我这枯萎的天灵根岂不是有救了？若我能入前3，便带你进去。届时你借口灵根恢复，便可正大光明的展露修为，不必再隐藏的如此辛苦。师叔为何要冒此大险帮我？你就当是还你当年的救命之恩吧。大比中筑基后期高手如云，师叔初入筑基，想进前3，无异于萤火争辉皓月。那又如何？总得一试。若我有办法让你稳入前3呢？师叔，接下来所见，还请保密。弟子不才，如今才筑基初期。你筑基了？何时的事？这怎么可能？机缘巧合，师叔现在明白我为何要死死隐藏修为了吧？我原以为你最多炼气大圆满，但没想到……常年嗜铁土头风，还是筑基后期。这个行将究木的老人，究竟还藏着多少惊天秘密？此封暂借师叔，有他相助，前3非难事。你为何如此帮我？师叔愿为我冒险争夺名额，我投桃报李，理所应当。你等我，大比结束，化灵池，我一定带你进去。潜龙于渊，只待化灵1月。来师妹，认输吧！一面晶莹剔透灵护，冰魄成形，剑身流转着，借寒而出。领字旗号，白芷胜。凭借法宝之力，白芷杀入次轮，而他的对手，白师妹，在绝对的修为面前，灵气救不了你。白师叔要败了！接我8成力！你已尽力，认输吧。师姐，我还没输。筑基后期的嗜铁屠头风，拼了！
此战周岩认输。还是救援了，约两阶取胜啊！前3已定，华灵池的门票拿到了。不知道他们都带了谁进去啊？我携丹殿1阶丹师北寒风同入。弟子见过白师叔。100岁天灵根早就枯死了，进去也是浪费名额。北寒风灵根已枯，道途断绝，白师妹何必平白浪费这等机缘？够了！既是白师侄意愿，便依他吧。50，限时1日。华灵池水，细毛发碎，固本培元。我就说枯毫的天灵根没救了吧？终究是一块废柴。天灵根。天灵根复苏之下，他的灵根修复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终于熬过来了。中品灵根，年轻的肉身，老夫的仙路真正开始了。好一个枯木逢春！北寒风，你灵根恢复的如何？回谷主，弟子灵根已恢复至中品。自今日起，恢复你内门弟子正式待遇，洞府、月历皆按规盘放，莫负造化。谢谷主，弟子定当万死不辞。北师兄留步。恭喜，以后你展露炼气6、7层的修为，也无人多疑了。同喜，多谢师叔成全。后续若有需，来青竹峰寻我。造化已得，身份已正，接下来该算算旧账了。那是北老头，怎么返老还童了？这是聚元丹丹方，1月内若能成，我见你考2阶丹师。若成了2阶丹师，刘文华便无权再问，甚至还要听你调遣。北师弟，我特意为你腾了间1阶丹房，这甲字号你该让出来了。周大师让我用的，暂不更换，请回吧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给我等着！甲字丹房非2阶丹师不可久战，明日你便搬走。未得周大师之令，弟子不敢擅自离开。好，那你的任务便提至6成成丹率，3颗中品，达不到便滚回废丹院。弟子接受。10日后2阶丹师大考，我来了。炼气4层也来考2阶，真是狂妄到没边了。实践3个时辰，成丹4成以上或2颗中品，即为通过。点火！装模作样，2阶聚元丹岂是你这废物能炼的？5枚成丹，3枚中品，他成功了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成丹5枚，中品其3，考核通过。自今日起，你便是2阶丹师，想专属甲字丹房，可调遣殿内所有筑基以下弟子。谢店主。恭喜北大师！北大师真是神乎其技啊！赶紧走，千万别被他盯上。刘师兄，这么急着去哪儿啊？北寒风，叫我北大师。是，北大师。既为2阶，我便行使调遣之权。明日起，你便负责为我打扫丹房，整理药架。太狠了，这是直接把刘师兄踩死了。弟子遵命。怎么，你不愿？实力便是这修仙界唯一的真理。今日那首控火诀，
寻常2阶丹师都做不到，你做得很好。这是一枚炼制筑基丹的心得。筑基丹，一丹难求，炼制难度堪比3阶。若你能炼成筑基丹，丹殿内便无人再能动你分毫。谢大师，弟子必全力以赴。这才是真正的高阶丹师待遇。贝大师，丹房已打扫完毕，明日辰时前继续来打扫。滚吧，跳梁小丑，以不足为虑。如今最大的目标是筑基丹。3年后，天南丹道交流大会将于玄冰宗举办。林雪瑶、何松、赵元海、李慕雪以及北寒风。店主，北师弟晋升时日尚短，代表宗门出战，是否太过草率？丹道重悟性，寒风能炼出极品，尔等谁能？此事已定，诸位潜心准备，莫堕了我黄风谷威名。玄冰宗新晋金丹长老林雪瑶，届时他若现身，你需谨慎应对。弟子记下了。越国最年轻的金丹真人，玄冰宗长老林雪瑶。风哥哥，小雪想你了。这拥有灵田的绝佳洞府果真不错。此地是你占了。此处是我新辟洞府，已在执事殿登记在册。我3日前便看中了此地，你今天让也得让，不让也得让。韩师兄，按规矩，2阶丹师洞府选址优先。你若执意要争，我们现在便去行堂定夺。该死，行堂定会偏袒他这个2阶丹师。好，今日之事我记下了。山水有相逢，咱们走着瞧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以此人睚眦必报的本性，早有设杀局。北大师，好巧啊！韩师兄特意在此等我，路过而已，正好看见一只不懂规矩的蝼蚁，顺手碾死罢了。你隐藏了修为。韩师兄，你不是要碾死我这只蝼蚁吗？筑基初期又如何？我介入筑基10数载，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天壤之别。斩！下品宝器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法力为何如此深厚？魂灯一息，我师尊李长老不会放过你。杀人扬灰，滴水不漏，这才是修仙界的生存法则。这便是韩烈在宗门嚣张跋扈的依仗。死人的秘密没必要留着惹臊。速回丹田一趟。该来的总会来。北大师，数日前韩烈师弟魂灯熄灭，听闻你曾与他有争夺洞府之愿。确有此事，但我这几日一直在洞府监工，沈宗等数十工匠皆可作证。有弟子称，韩烈师弟陨落当日，你也去了访视。我身为2阶丹师，去访视采购灵种灵材，有何不可？哼，老夫的弟子也是随便谁都能来审问的，问完了便滚吧。行堂虽退，但李长老若认定与你有关，纵容门下弟子寻衅，日后你在宗门怕是寸步难行。修仙界唯有价值方能护身。韩烈陨落，本座总该给他一个交代。金丹大能又如何？即将挺得笔直，想杀我，
你得掂量掂量代价。长老若无实证，便对我动手，谷主与莫大师恐怕都不会答应。你拿谷主压我？弟子正准备开炉炼制筑基丹，长老若此时动手，毁了宗门炼器弟子的根基，担待得起吗？真能炼成筑基丹，我若杀他，谷主必会扒了我的皮。你最好祈祷，永远对宗门有价值。在修仙界，极高的价值便是最坚硬的护身粉。大比已过，这只疯虫该还你了。李长老心狠手辣，你虽用炼丹之名拖延，但他终究是悬在头顶的剑，太危险了。你我相识10余载，我知你隐弃了许多秘密，我不问，亦不深究。我只问一句，你可愿与我互为道友，彼此护道？你这又是何苦，将自己置于险境？这4个字，真是重语千钧。既如此，寒风，敬道友。敬道友，此乃清心佩，可凝神静心。你炼筑基丹时，或许用得上。必须马上炼出极品筑基丹，彻底粉碎李长老的杀局。筑基丹一丹难求，哪怕是黄风谷也极度稀缺。起！废丹才是这世上最极品的材料。4道丹纹，这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极品筑基丹。今日便让整个黄风谷看看老夫的价值。哇，好浓郁的药香！丹气冲天，这是极品丹药出世的异象。快去甲子8号房。极品丹药，千万别是北寒风啊！天啊，是极品筑基丹，100%筑基的无上神药！4道丹纹却是极品筑基丹无疑。寒风，你创了我黄风宗100年来的记录。2万下品灵石，外加1件中品灵器，此丹老夫要了。2万灵石加中品灵器，这足以买下一个修仙小家族。怎么嫌少？弟子不要灵石法宝，欲以此丹换取进入藏经阁第3层的资格。啊，他疯了吗？竟敢提这种要求！有胆识，本座便为你做这第2人。有谷主和传功长老双重庇护，这死局彻底破了。哼，该死的北寒风，算你命大！功法已得，危机暂解，是时候让这具身体脱胎换骨了。修仙无岁月，2年，弹指一挥间。能化腐朽为极品，这葫芦的品阶绝对超越了越国修仙界的认知。北寒风，速来主峰雷神殿见本座。弟子北寒风拜见谷主。免礼，一炉出极品，你让本座刮目相看。自今日起，你阅历提升至筑基长老级别，藏经阁第3层，本座特许你逗留3日。谢谷主厚恩。李长风那边，本座已敲打过。哼，只要你对宗门有价值，这黄风谷内无人敢动你分毫。李长老，这笔账老夫记下了。本座保你，但你需为本座办成一件事。此为安魂草，炼制2阶定神丹的唯一主药，能镇压心魔。安魂草仅有这3株，无论如何，我要你保底炼出1枚定神丹，你可敢接？弟子定不辱命。弟子北寒风奉命进入第3层查阅功法。想探我的底，你还不够格。神识远超同阶，信性坚硬，难怪能炼出极品。上去吧，限时3日。这里存放着黄风谷数千年积攒的顶尖功法与秘术。我只要长春宫的后续。终于拿到了，筑基结丹，大道可期。
什么秘术？好一部血煞剑，配合于我的清明剑，足以斩杀筑基中期。开启阵法，封闭洞府。先炼定神丹，稳住谷主再说。安魂草见光即化，必须在10息内完成淬炼。就是现在，你有这3枚中品定神丹，里藏结丹稳了，谷主这条大腿我也抱死了。功法已得，丹药充足，是时候向筑基中期发起冲击了。穷文富武，修仙更是如此。动伤方1日，世上已1000年，2年时光转瞬即逝。筑基中期成，如今再遇寒冽之流，老夫一剑便可斩之。葫芦新功能开启，法器无限吞噬净化。天助我也！这才真正的绝世重宝。今日主峰弟子李唐冲击金丹，结丹之路凶险万分，众弟子静观感位，谨守心神。要开始了，心魔劫。这关过了。金丹真人，恭喜李师叔！自今日起，李藏入长老殿，赐道号玄雷。北大师留步，玄雷真人，请您前往其洞府一叙。北丹师不必多礼，坐。此番结丹，多赖你那炉定神丹稳固心神，此中相助之情，本作铭记。真人言重，全凭自身道心坚如磐石。这面清玄盾是上品防御灵器，这枚雷讷符封印了本座金丹初期的全力一击，雷力霸道，只能用1次。此礼过于贵重，弟子惶恐，实不敢收。你应得的，收下吧。谢真人厚赐。你若想在丹道上走得更远，筑基是底线。去吧。3层限13个时辰，不得断印，违者重惩。背丹师可有所获？略有心得。李石头，如今功法已得，洞府也已建成，是时候闭关，提升一下境界。好剑，兼具了火系的灼热与土系的厚重防御，吞噬30件法器，心清银剑威能大增。恭迎老爷出关！
玄冰宗路途遥远，需提前2月出发。林雪瑶，90年了，我们玄冰宗见。韦大师，您请上座。此去玄冰宗，你需留意2人：一是玄冰宗丹殿殿主寒月真人，二是他们的新晋金丹长老林雪琪。弟子记下了，多谢大师。玄冰宗寒煞深重，这枚冰心符可御寒毒，此行务必当心。传闻林雪瑶修的是无情道，斩尘权，断旧念，凡过往牵扯，皆会被他亲手斩断。你切莫招惹他。好一个林雪瑶！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炼丹术再高，终究只是个炼气老头，到了极北，还得靠我们的飞剑护着。全体戒备，进入黑风岭，开启最强护罩。12阶妖方拳，稳住阵脚，不要让他们攻破护罩。2阶巅峰妖兽，罩不住了！给我去！这发生什么了？福王怎么突然死了？敢问是哪位前辈出手相救？黄风谷赵峰感激不尽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而明。极北之地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近排玄恐怖的惊恐场势。黄风谷的诸位道友，请随我来。哟，这不是黄风谷的道友吗？几年不见，怎么带队的竟是些炼气期的老弱病残？我看这次丹道大会，你们黄风谷还是早点弃权，免得丢人现脸。哈哈哈哈哈！天煞宗的，嘴巴放干净点儿。天煞宗，希望你们在丹台上也能笑得这么开心。玄冰城外禁止私斗，若有恩怨，丹台或生死擂上解决。进城。这玄冰宗欺人太甚，竟安排我们住这种没地火的冰窖。极寒绝境，灵气竟如此浓郁。斩尘缘，小雪，你当真能斩得断吗？